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秦燕莹，欢迎来到全球大量化。今天很开心，同样邀请到我们最棒的嘉宾亮哥郭正亮老师。好，亮哥家呢，就是又开始没有要直接的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聊苹果，我们要先来试吃苹果，来请亮哥鉴定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苹果，我第一次听到，你有听过水蜜桃苹果吗？没有，没有。对，我也是这次他们跟我说，我才知道原来苹果还有水蜜桃苹果，因为我知道亮哥很喜欢吃富士苹果，然后这一次他们就跟我讲说，有一个是富士苹果的品种，然后去改良出这个水蜜桃苹果，绿皮的黄绿色，对。然后前面这边还有一点粉红色的，他说就是因为这个粉红色，有没有看到这个？好像擦了脂粉那样，所以叫它水蜜桃。青苹果，你吃起来感觉怎么样？这个在我吃过的苹果里面算好吃的。你苹果专家，他刚刚这样摸一摸跟我说，这个皮比较薄。我说这样摸得出来？不，那个不，因为这是绿皮啦。哦，红皮比较厚呀。不，我吃过了厚皮的，大部分都红色的。哦，那因为我大部分都吃富士苹果，比较脆。口感，它有两种，一种是脆脆的，一个是刷刷的。对，脆脆的口感，然后清甜。还有甜度，这个算很甜。因为它这个其实还加了王林，所以这两种加起来就是会有清脆的一个口感。然后呢，还有水分，含水分，做专业的啦。第一个就是含水分，哪刷刷有的吃起来就干干的。哦，那口感不一样，每个人各有所需啦。不是，因为你如果是含水分高又脆脆的，你吃完还可以解渴。哦，这倒是。可是刷刷就没有这个效果。因为亮哥每一天都会吃1颗苹果，所以我们今天我都随身带1颗到2颗。1颗到你还带了2颗。他吃苹果，他是一样，这个也跟你吃的吃法一样。背包那么重是有原因的，跟你的吃法一样，这个不用削皮就可以吃哦。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皮这边呢，不用削皮的苹果不多哦，不多哈。是哦，我吃过了，大部分那个皮，很多人尤其是女生啊，会把它削掉。通常啦，因为口感会觉得比较不好，但他说这个呢是没有含辣，这个看起来就是皮是可以吃的，对，没有涂辣，对，你看它这样子啊，那但是呢，刚刚亮哥特别提到，他觉得它的皮比较薄，也因为这样，水分也够，比较特别，甜度也够，是一样来自，然后是属于脆的哈，日本青森的特殊品种，所以如果朋友呢有需要的话，欢迎大家哈，直接在我们 YouTube 的资讯栏或者是聊天室的置顶上方，你就可以连到我们时尚玩家的购物网，可以来采购。我这边看到的是8颗一组899，然后现在有一个折扣码100块，所以会8入组799。安尼小，你都要搞到公益妹妹，搞没看给小，哇，这好气耶哦，这准备攻击顾威。可是他是真的美食专家，我通常都买最贵的，因为他喜欢吃好吃的。不是因为8颗苹果，你至少要吃个1个礼拜嘛。对啦，1个礼拜你买最贵的，假设啦，1000块好不好？那这样也是划算啦。吃好的东西很重要，因为对自己好一点嘛。他吃好的东西呢，他的这个整个人心情就会好，心情好的时候评论起来就会更加的好。而且我们其他消费不多啊。也是，你都在看国际大事，都认真的在解读。我是说我们不会到外面喝酒啦，上什么奇怪的店啊，对不对？所以消费比较少，所以其实是让你去算你1个月的真的用在吃的钱，除非你到外面的餐厅吃啦，对，纯粹自己买来吃的，事实上都占你的收入的比重都不高，对。这是实话，这是实话，这真的是实话。但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吃也是一门学问呐。好，不过呢，回过头来，我们今天要先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礼拜因为太多事情了，要请教亮哥。我们先总结一下，因为呢，在我们录影的时间，也就是今天18号，那目前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习普会，就是习近平跟普京2个人的会面已经结束了。大概呢是下午2点44分的时候，已经看到普京他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离开，见了多久？1.5个小时。然后说呢，连午餐的时间、下午茶的时间，他们都是持续的在讲的。1.5个小时就90分钟嘛。对，所以就是悄悄话嘛，是。悄悄话有的，然后也有团体秘密，也有团体说，然后午茶呢跟这个吃午餐的时间呢是比较个别的谈话，那个时间有多久？持续在谈，他没有详细的讲出内容，但是总体他说是1.5个小时。那这里面呢，其实他们也特别有提到非常多的细项包括说2个人呢，其实在今天也看到。
一开始那个开幕会啊，一带一路的这个峰会，那习近平主人嘛，一定讲话，讲完之后，让大家比较没想到的是，普京也上台讲话了，他排第二个，对他排第二个。那他这里面的一个讲话的内容呢，当然因为来到这边嘛，那一定就是讲一带一路跟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发展，甚至他鼓励大家到北方的海域这边一起来共同开发，有兴趣都可以来。所以呢，在整个地域的这个政治上面就会产生很多影响了。不过我们要先来问老师的是有关于这个中东这一边了啊，原因是因为拜登呢，他其实也在同一天的时间，他是来到了以色列，那就在他前脚要来之前，发现说怎么在加萨北部的一家医院到了没有？他到了吧？他应该是到了。他到了吗？应该是到了。他从哪里进来？18早上，但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具体的消息跟内容。我刚刚看到最新的是一个。我刚刚看到的是一个从这个他们白宫的那个国安会的发言人，他的讲话，他讲话说他们呢其实来到这边是他的朋友的身份，但是会提出尖锐的问题，因为他对于加萨医院被炸500多人死伤这件事情，他已经说了900了，已经变900了。他已经说了，他说一定要查，可是第一时间他并没有说是谁炸的，他也没有就直接信了以色列这边讲的，说是伊斯兰这边他们所做的。所以你怎么样来看？没有，以色列已经承认是他炸，可是他说他误炸。你这边是已经发展到不是？因为我跟你讲他那个炸法火箭弹不可能有这个威力啦。是。那哈马斯除了火箭弹之外，有没有别的导弹？那个一定是精准制导的炸弹。而且有人评估大概有2000 TNT。那哈马斯没有这种炸弹。因为它是从高空垂直这样下来炸的。是。那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那哈马斯没有这种炸弹嘛。而且因为以色列的地面部队还没开始进入嘛。对。哈马斯没有理由瞄准加萨境内的目标，来射击嘛，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嘛。是，我要打谁？我打我自己嘛？打我自己的平民，打我自己的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是乙方说他误炸，然后误炸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哈马斯有射火箭弹经过医院上空。让他们误以为这个地方是武装基地，这个是以色列的说法，那因为我跟你讲啦，从哪边射出来那清清楚楚了，这个是不可能说谎的啦，是，所以他知道他不可能说是哈马斯干的，因为他第一时间他说是以色列他们内部里面有其他比较激进的团体，然后他也说是误炸，可是他强调说不是我们是他们，但现在亮哥这边最新的消息是他们也是以色列啊。那意思是不是啊？那他的意思是伊斯兰这一边的人自己误炸，不可能啊。那因为哈马斯没有这种能力啊。你也要看能力啊。因为这样的炸弹哈马斯没有啊。那个黎巴嫩跟伊朗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啊，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有设定标的，它是有坐标的。所以是精准制导的炸弹。而且是。这样炸下来，直接下去，是这样炸下来，所以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死伤。但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本来拜登他去到这边，他当然他也想要就是找关系人，各方都来谈话啊，包括了巴勒斯坦，他讲的是这个法塔这一边的啊。我跟你讲一个历史的例子，是美国也曾经在阿富汗误炸一个医院，那死了150个人，那美国也是说他误炸，这个是不可能赖到对手的啦。因为你那个弹道从哪边射过来，这个是可以查到的。是。那可是因为炸毁医院是纯粹的战争罪，一定有罪。对。那结果美国就一直辩称他误炸，所以没有查办。就是失误，不好意思。所以战争罪就不算。反正也没人能对他怎样啊。坦白讲，战争罪都是失败的人才会被处分嘛。所以这个历史上是有几次记录的啦。是。那大部分都是不是美国就是俄罗斯炸的啦。比如说俄罗斯有没有这次在进攻乌克兰的时候有没有炸医院？那当然他就是说，因为里面他把医院拿来储放武器。那他的那个军队在里面，那美国到时候搞不好以色列到时候也这样讲，
他就说我们从医院那个查到了很多军事的讯息啦，是包括存放武器啦，包括有军人进出啦等等啦，他一定会这样讲啊，不然他如果不这样讲，就会有战争罪。是，那除非他被打败，那就会有一个比较彻底的调查过程。是啊，那可是巴勒斯坦是不可能打败以色列的。这个东西现在就变得当然，那拜登他大老远的布林肯在这边好1个礼拜了嘛，将近1个礼拜的时间，那大老远的来，他就是希望说能够见到关系方。约旦这边本来帮他找了谁呢？帮他找了包括这几位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的主席阿巴斯，还有埃及的这个总统呢，大家都要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谈4方会谈。现在就因为这个突发的事件，直接喊卡。阿巴斯说这个越过红线太多了。第一时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宣布退出。对。那第二个就是约旦。对，那埃及一定不玩的啦，一定的嘛。是啊，因为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啊，现在全世界的穆斯林就认为就是以色列干的啊。那他们，所以我跟你讲，你现在要防的，就是会不会国际恐怖主义再起啦？那个情绪的酝酿，不，因为已经发生了嘛。像布鲁塞尔就2个瑞典人被打死了。对。那高喊真主杀阿拉嘛，对不对？那美国也发生一个71岁的老翁用刀刺死了一个6岁的巴勒斯坦小孩。那我跟你讲，这个事件是后果极度严重，因为实在是太惨了。这个而且是医院，那死亡的里面有非常多是儿童。是所以我跟你讲，会后续引起的恐怖攻击啊，实在是不敢想象了，而且已经可能不是像刚刚亮哥特别提到，欧洲、美国其实都已经开始发生类似的这样子的事件的时候，而且你就很担心它是遍地开花，会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欧美相对上是容易取到枪支的嘛，是，所以就是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后遗症嘛。所以拜登为什么要讲得很严厉啊？对，那可是问题就是说，拜登你时间也不多了啊。就说你来本来是见完以色列，就要去搞中东阿拉伯的峰会嘛，4国要参加。那3个国家坦白讲都是非常关键的周边的国家啦。是因为他就是希望约旦跟埃及能够开放边界嘛，对，安排一些难民营进来嘛。那目前约旦跟埃及都是拒绝的。是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就是说可能要准备要接管加萨了。我们讲的加萨就是指北部了。因为以色列不可能占领啊，他早就提出警告了嘛，说你不可以占领加萨那以色列就立刻回应，我记得是以色列联合国代表，他就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兴趣，我们不会占领加萨。那谁来占领？总要有人来管。那当然就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嘛。当然是嘛，当然就是因为加萨你知道嘛，这个地方大家都已经看过很多资料了对，它里面关卡重重，到处都是围墙，造成老百姓的生活的困难好，那我就让你巴勒斯坦政府进来嘛。那以前巴勒斯坦政府是在这个地方斗争输了哈马斯嘛，是，对不对？哈马斯他现在仍然有这个，就是他也有地上的代表，也有这个我们叫反抗团体的代表。OK 那可是就是说以后可能就是他要缩小他的面积。我觉得以色列的目的大概就是把主要的城市叫 Gaza City 切出来因为加萨最大的城市就是 Gaza City。Gaza City 的人口是接近70万。那我这次把 Gaza City 给处理掉。那因为他认为哈马斯很多都躲在 Gaza City 里面嘛，那很多清真寺啊，各种建物，地下都是，就建物里面都有那个地道的入口。是，所以以色列这次的目标大概就是要把那所有的地道入口，在加萨北部的部分都把它封掉，所以他就要把房子炸掉嘛。那可是他完成这个任务之后，你就要交接了嘛。所以大概就是要请巴勒斯坦政府交接了，可能是这个意思了。是，可是他
本来是这样的安排，但现在这一次的这个突发的这个事件，已经把他原本的一些布局又打乱了。那他现在他再来，然后已经让附近的阿拉伯媒体，比如说半岛，我们就看到他直接讲说，你们美国来这边，你们就是帮凶嘛，你们会带来战争嘛，那个情绪就又我现在所有的调子都拉高了啦。对，所以接下来就会产生2种可能，应该说3种可能性啊。第一个就是哈马斯，他就真的变成从地道随时钻出来的各种报复，就又直接丢到以色列了。像以色列在前2天又有100枚的火箭弹去打他嘛，这是第一种。那第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国际的恐怖攻击就开始出现啊，尤其是欧洲啊。那第3个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北边的那个叙利亚的圣城旅，还有也门的胡塞组织、胡塞武装，他就蠢蠢欲动啊。就是我们要帮我们的兄弟报仇啊，尤其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巴勒斯坦人啊。那他的武器比哈马斯要正规多了啊。他光是火箭弹，有人估计啦，他手上至少有10万枚以上。火箭弹。那他也有飞弹。有一些精准制导的飞弹，因为它背后就是伊朗嘛，是，那它也有无人机，那也有一定的装甲车辆，那当然，整个如果是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这样打，他当然打不赢啦，可是就你不知道他会产生什么行为啦，那他一定是打以色列嘛，就是这样啊。然后约旦我大概2天前嘛。我看至少有10万人上街头啊！约旦已经是阿拉伯地区最亲美的国家，是。那结果他不敢来，你就知道那个他国内的氛围嘛。那当然这种行为这样发生，那沙特阿拉伯肯定也会变得更强硬了，一定是如此嘛。对。所以现在搞不好就会变成阿拉伯国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手上有兵的，就准备去打吧啊！那有钱的，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啊、阿联酋啦、卡达啦，我们出钱。伊朗大哥啊，土耳其大哥，你给他武器，你有武器，钱我们付。那这个就真的是就大了，这大条了，这就可怕了。这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土耳其埃尔多安也看得很不爽啊，对不对？是。那个航母刚进来的时候，他就那边叫阵了。对。我跟你讲啊，土耳其啊，全球的军力排名是第11哦，伊朗是第17，所以土耳其如果真的也火大了，他有军事实力的，他可能不一定自己出兵啊，比如他就提供无人机嘛，乌克兰无人机不就都土耳其的，那伊朗也是有一大堆无人机啊，俄罗斯不是就跟伊朗买的，对，我跟你讲，如果是我无人机就给你用啊，那我就派人。偷偷的当做你的顾问就潜进去，比如说到黎巴嫩啊等等的啊，以色列会累死，因为以色列从来没有碰过正规军的现代化正规军的武器的攻击，因为以前阿拉伯跟他落后那个差距太大了，那可是经过这些年，坦白讲，有钱的阿拉伯国家真的是很有钱啊，那他买就有啊，就看谁要提供给他嘛。以前得跟美国买，现在不一定了。多了。那至少伊朗跟土耳其都可以自己做啊，宝贝啊。那伊朗坦白讲，他在中程飞弹也做得不错啊。是。他有那种可以射1000公里的飞弹。那伊朗要不要介入啊？那当然，这里面都不讲话的有一个大家都害怕的国家啦。他到现在都还没讲话。那个国家叫俄罗斯。他有啦，他有在联合国这边讲说我们要人道救援我知道，可是这个不是军事。对啦，我们现在讲军事的部分。他的人道那个提案就被否决啦，直接被否决。因为他没有谴责哈马斯嘛，所以美国就叫一些国家投票就把它否决了。我们现在在看，因为现在是属于军事阶段，是我们都还没有到外交阶段呢。说什么提出什么方案啊？比如说中国大陆，他就会提出方案嘛。对。可是坦白讲，那个叫外交作为啦。军事作为还没结束之前，外交作为都没有用啦。因
因为在打内战嘛，还在打啊，这个就跟国共内战一样嘛。国民党就已经去打共军了，你重庆会谈有屁用啊？就这意思嘛。所以现在是外交也没用，那老百姓上街头做道德谴责也没用嘛，对不对？所以会产生什么状况？手上有兵了，才有话语权嘛，而且是可以动用的兵啊。中国大陆不是没兵啊，可是他没有在中东布过局嘛。对，这里的战争向来都跟他无关嘛。对，可是俄罗斯是参与的，那叙利亚还是有兵的这是第一个了啊。我们假设俄罗斯如果派500个人过来呢，那以色列也是会很麻烦哦，也是很累哦。你敢打吗？你敢打俄罗斯吗？对不对啊？那另外就是，我们就说那个国际恐攻啊，反正现在就是要硬碰硬，因为你做到这里的都是军事嘛，是，所以我们就要取决于力量与力量的对抗，那有没有一个新的平衡点？让以色列必须重新考虑它的军事策略。那这个就是要看你有哪些地方是手上是有兵力的嘛。第一个就是哈马斯的地道战，超乎以色列的预期，是，这是第一种。对。那第二个就是国际恐攻，层出不穷，让各国受不了，疲于奔命，说叫北约介入，要北约介入啊，这是指欧洲嘛，那第三个就是周边国家嘛，就开始动了，那有人就真的出手了，就是说这些力量会不会让以色列不得不重新考虑它的军事策略了？那你怎么看？因为以色列他一直有讲说他又开始进地面部队，因为他也招了30万嘛。可是问题是这么多天了，好像他就卡在那。他准备了，一直在准备好了。但他为什么不是一直在准备？已经准备好。他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感觉上好像有一种还是一样用轰的，但是他不是直接进去，他的时间点在哪里？我跟你讲为什么？美国媒体也是很直白啦，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你的 plan 是什么。请问我请问你啊，怎样叫做结束？他讲消灭哈马斯，我知道嘛。那什么指标？怎么样叫消灭哈马斯？指标你告诉我嘛。什么指标嘛？我跟你讲啊，越战也是有地道战。那越南的地道比这里还可怕，这边500公里啊。那越南那么大，对不对？越南的地道是2500公里啊。那美国也去围剿越共跟越南的民盟嘛。结果事后有人写这段历史，在地道里面的越共跟越南的民盟有8万人，就在地道里面。那美国打了4年多，杀掉了4万人。但他们还在地道里面，还有4万人在地道里面。然后他就觉得奇怪，我怎么杀都杀不完。因为总是会有人心的人又投入。是，这个是一样的嘛。你把巴勒斯坦人压迫到这种程度，哈马斯你是杀不完啊。而且你想一想啊，它长度只有41公里，宽度只有10公里，对，它地道有500公里，所以一定是非常的蜿蜒曲折，对不对？你不是你只打到这里吗？我就立刻躲到南部去嘛。事实上，我一天这样来回大概只有10公里，很近。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就躲到南部啊，没事啦。那我的3不5时再钻出来丢你一个手榴弹啊，这当然有可能啊，就有点像变地鼠这样子的。那个越战就是这样嘛，越战甚至后来还有小孩，还有妇女变成自杀炸弹客啊，阿富汗就是这样啊，就是当你，因为他实在是打不过你的正规军嘛，所以他就会变成各式各样的恐怖攻击嘛，以前阿富汗一样啊，那个圣骑士，不那个叫什么？不是圣骑士，塔利班，塔利班啊，是那个，我们说叫做圣学士，圣学士，OK， 圣学士很多被打了，她老公死了，然后女生就变成炸弹客啊。哦，之前有过这样子的案例，对。我觉得我跟你讲，这个越战就有了啦，女生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啊，因为女生看起来比较无害嘛，她以为你以为她乡村是个农民嘛，然后那女生假意要倒水给你喝啊，那怀里面就是手榴弹啊，这种 case 太多了啦。所以我的意思说，你就不要把人家逼到这个点上。美国早就想到，因为美国有经验，所以美国第一个就是拜登这次来，我认为啦，他先去以色列，然后要来开中东4国峰会嘛。对，我认为他到以色列就是要逼问这个问题：你什么时候要离开？
你要打到什么时候？怎样你才愿意放手？我跟你讲，他不会让你有这个空间呐。我如果问你说，你要打到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啦？你要跟我瞎掰一堆答案呐。我才不这样跟你谈呢。我就直接跟你谈说，你哪一天要离开？哦，直接跟他讲了。我是说，如果他要对以色列强硬。因为他会说，他会有一些尖锐敏感的问题，是吗？那这样子对，是吗？就是你轰炸医院，你是干嘛？那以色列当然就要跟他讲实话，那他 CIA 也会去调查嘛，然后他回去就会知道你是不是有骗我嘛，就是这一类的。还有，你一旦进去之后，你几天要给我离开？因为他非常清楚了，你只要进去，死伤更多，国际舆论就越来越。对以色列跟美国不利嘛？对，你会被骂死啊！就大家原本的布局又全部已经很难搞了，现在会变得更难搞，而且整个舆论会开始转弯。因为平民死伤是国际社会不能接受嘛，所以第一时间你哈马斯去音乐会给人家杀掉260人，这个大家不能接受嘛，所以你一开始是有正当性的，你在报仇嘛，你现在杀的人已经超过2000人了。那个以色列死了1300嘛，那个加萨有人跟我讲，大概这个医院还不算呢，大概就已经死了2600了。哇！这个医院再加上去就已经3000多了，对不对？那你要打到什么时候算数啊？对不对？我觉得简单讲，美国就认为他没有计划，没有一个 plan 啊。我们一般讲说一个 plan 就是你怎样算结束了。比如说我们讲以色列过去的一个例子嘛，慕尼黑奥运，以色列选手被杀嘛，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个一位女士当以色列的总理嘛，然后他就列出黑名单，说追杀到天涯海角，那个叫天谴行动，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认定这几个人是凶手。那我就是要让他们死，这样。这次也可以这样啊，你可以列出哪一些人是哈马斯的指挥官啊，你列出名单啊。实际上很多人根本不在加萨，所以你杀个头啊，他们可能在卡达啊，在黎巴嫩啊，在叙利亚啊，我就列出这些黑名单，我追杀到底。这个国际上有正当性。可是你现在是在杀平民啊，对，人家看不下去嘛。但其实现在拜登他人来了，他也要告诉他的以色列兄弟，我真的很挺你。所以你看到这些资料，包括说下令2000人啊，待命部署中东啊，之前是96小时之内要到，现在不是24小时之内，我叫你来你就马上要来。然后呢，也看到拜登先前有讲啊，哈马斯必须要铲除啊，甚至加钱预算没关系，我们再考虑个1000亿，那个不会过，这个不知道。他就讲说，可他把台湾放进去，我就觉得很烦，每次都要扯台湾。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是他其实现在也把战机啊、舰艇、航母第2艘也已经要开去了。那等于说他是在这个区域上面，他希望能够控制，他也一再的呼吁伊朗，你不要加入，你不要蠢蠢欲动。可是目前他真的按得下来嘛？如果他去了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同样的还是在他的这个 plan 上面，然后也让大家看到一些比较失控的场景的话，没有，现在这个对拜登失控，对拜登来说，以色列随时失控。对，那对拜登来说，因为他无法区分居民啊。对。你怎么可能区分哈马斯跟巴勒斯坦人嘛？很难嘛？很难啊。对，那拜登能怎么样叫做他这一趟来，他真的有起到作用？不是，所以我说他会给他一个 deadline 嘛，他直截了当就给你 deadline 了，一定是给 deadline， 不会有其他的，不够明确嘛。所以我说他一定要给一个非常明确的警告，说你照我这样的 deadline 走，我100亿会拨给你，当然是这样啊。比如说，以色列也要求跟拜登买地狱火啊，对，那我地狱火不给你啊，之类的啦。就美国是有筹码的啦，或者是2艘航母开走1艘啊，这个是一种啊。本来我2艘都要去挺你，我现在1艘先走。对啊，我就1艘先开走啊。我是说他是有筹码的，因为我说手上有出兵能力的人才有话语权，就是这意思嘛。是，他手上是有筹码的啦。因为以色列有一些武器可能没有嘛，需要美国提供嘛。
后续应该也还是得靠美国。当然啦，当然是这样啊，因为以色列哪有打过地道战？对，地道战以色列没有打过啦。美国经验丰富的很啊，对不对？美国战争经验真的还蛮丰富的。是啊，他没有打过。可是到目前为止，当然啦，那个川普这边因为选举年嘛，他就会开始讲啊，他要更强硬啊。如果入主白宫的话，就禁止哈马斯的支持者入境美国。这些话怎么做？他都没有细节。但是呢，新话新牙，先说先赢，不用理他了。对啦，可是问题是呢，你怎么样来看说，在这一次的冲突，有人说，其实现在以色列还没有真正进入地面部队的原因，是因为卡达这一边基本上他是美方这边有要求他，然后他也开始在斡旋，然后希望把人质先给换出来，这个是应该是实际在运行，会有结果吗？有，你觉得有可能突破吗？人质就是哈马斯的保命符啊，我把人质还给你，你就乱炸了。他说他要跟他换6000人，他不 care， 不 care， 不 care， 所以这个方案你觉得不可能会成？胡说八道。不是，他说有6000位的。巴勒斯坦的人被囚禁在以色列，然后他要跟他来换这个换球啦，有点像是换球。对，可是那个又不是哈马斯，那干他屁事？哈马斯你不能把他跟巴勒斯坦换等号啦，他是一个反抗团体，他完全就是他本来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嘛，对，所以他就是一个抵抗组织啦，他是军事导向的抵抗组织，那巴勒斯坦人是平民啊，政治犯啊，干他屁事？这个思考逻辑好像对齁，本来就这样，而且我跟你讲，他的筹码就是人质啊，对，而且人质我估计大的概率是在地道了，是，那可能在地道的最底层啊。我今天听到一个就是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是放儿歌给他听，然后听一听之后累了会睡着，这个是小朋友啦。不是大人对，说那个是酷刑残忍，然后放儿歌给他听听8个小时这样子，这样睡着不是很好？不知道，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想说，这个逻辑不太能够理解。我每天都听儿歌听8个小时，但是整体事件，您认为短期内不会有转换，即便拜登他开始 involve 进去？我跟你讲哦，法国《世界报》他登了一个独家啦，说以色列那边炸。已经死了9个人质，对，被炸死了。巴勒斯坦说死了22个人质。不管怎样就是你这样还是会杀掉人质的。那我坦白说啦，以色列会 care 人质吗？你不要想太多了啦。我跟你讲，现在是军事行动，好吗？现在不是公益团体在讨论，好不好？外交团体在讨论，好不好？现在叫军事行动。以色列的军方一定会想说，我要速战速决，因为时间拖久了对我不利，是，这是很明显的嘛，对，合逻辑的。所以他怎么会 care 人质的伤亡呢？我不认为啦，我认为他时间到了就非攻不可了啦，就冲了，然后就地道就给你封了啦，也许灌一些什么有的没的啦，燃烧弹啊、震撼弹啊，有的人说叫窒息弹啊，进去烧。然后氧气迅速吸光，里面的人就全部窒息死亡啊。我认为他不会想那个你讲那个政治面的东西啦。军人哪有那么政治啊？军人就是使命必达嘛，就是目的跟手段之间就清清楚楚了。然后要撤就立刻撤了。所以他一定是这样思维啦，不然他这个东西他已经惹祸了。对。你祸已经惹大了，你要不要赶快收拾啊？对不对？如果你不攻，你被人家笑死，你的军威何在？懂不懂？就你已经包围动员了30万人，人家还从海外回来，对，然后你现在10万已经备好了，对，400部的推土机也备好了，已经在前头了，对不对？对，那坦克也备好了，对，那结果没有进去，你被他笑死啊！所以我跟你讲，我是说我纯粹站在以色列军方的角度啦，他一定是希望说我赶快行动，然后速战速决，不要拖，然后我立个标的，就说我任务达成我走。我觉得他的想法一定是这样。懂，好。
这后续呢，我相信下个礼拜我们可以继续来请教亮哥，也来看看呢，到底之后这以巴冲突它会如何发展。好，不过今天呢，这18号啊很重要，我们这个录影播出哈，18号呢，今天很重要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峰会。那在今天呢，其实包括了习近平，然后呢，还有这个普京2个人都见面了。那当然这一次要谈些什么，大家的标题都是什么？不甩美国施压啦，寻求加强伙伴关系，谈的是最敏感问题。您怎么样来看今天这一场会面？你觉得会有什么具体的后续我们可能可以知道的吗？因为他讲说有最敏感就是不能公布的嘛。对啊，五大看点他写的是谁？那个你不要理他啦，那个 BBC 乱写的。我跟你讲，你怎么看？他们会公布那个西伯利亚2号嘛？对，因为它北溪被炸嘛，是，所以俄罗斯有很多天然气没地方卖。对，那他当然是希望中国能够吸收这个部分啊。那拉第2条就是要经过蒙古嘛。对，我认为中国答应的可能性蛮大的了。好，然后第2个就是西伯利亚开发合作计划嘛。是啊。这个是可以公开的啦，我们现在是在讲公开的部分啊。那他姿态也做足了啦，因为俄罗斯以前对“一带一路”没有那么全面拥抱，那这一次是全面拥抱、全面肯定啊。那这个姿态在外交上的姿态，就是他要开始向东看，看亚洲。所以你看，以前往这边，以前觉得我跟这边长得比较像。他的高峰会不只是跟习近平他见了8个国家的人，而且都在亚洲啊。是，你看他跟越南见面，跟泰国、巴基斯坦。简单讲就是他要开始看亚洲了。那当然他看亚洲之后，他陆续跟其他国家会有一些计划推出来啊。毕竟人家也是超级大国啦。那我认为最敏感的问题会是什么？有2类啦，第一类就是紧迫的区域、紧急的情势啦，你大概怎么想啊？比如说中东，他本来那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外交议题上，中东这个议题他们立场是一样的啊，对，就到1967年的让巴勒斯坦他可以自己建立他的国家之类的哈，可是会有一些敏感的东西啊，比如说，如果真的伊朗介入，你的态度是什么？这一类的了，你知道吧？然后我老大要介入啊，你怎么想？之类的啊。那另外一个是俄乌，因为中东这个情势会联动到俄乌啦。那中国大陆已经写了12点和平计划了嘛？是。那他可能也会问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大概是这一类啊。那还有第2个部分，这个就是美国最担心的，就是军事技术合作，这个可能已经在发生了，比如说中国大陆最近公布那个096潜艇啊，对，因为它在降噪上面取得了突破，是，那美国就有人怀疑那个技术是俄罗斯的，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就跟俄罗斯一直有军事上的合作互动，那中国大陆如果可以开始做到096，因为它094应该已经有4艘或6艘吧。094，如果096加入的话，会最多到8艘，对嘛？那它这个都是核动力的啦，而且可以加核弹的啦。目前有6艘的094，对嘛？那如果094，美国可能不怕啦，因为你要降噪才找不到你。那事实上，俄罗斯可以提供中国大陆的军事方面的技术还真的很多，因为它比较早发展嘛。对。那中国大陆当然也有一些俄罗斯没的啦，航空站已经在合作了嘛，对不对？那俄罗斯未来GPS 它也不能用啊，所以也是要来用北斗嘛，对不对？我觉得它可能会具体跟中国大陆谈军事技术，比如说潜艇就是美国怕的一种技术，是。还有比如说长程预警雷达，那另外一个也传出来了，说2国会不会共同合作来生产飞弹防御系统？对，那这个也是牵涉到长程预警雷达的问题
因为那个涵盖的范围有够大，从俄罗斯到中国大陆，都是好大片好大片的土地。是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因为他在讲敏感问题嘛，敏感问题当然就是说这个政治的危机你打算怎么办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敏感问题就是他们两个联合军演、联合巡逻，已经快要开到白令海了。是，对，阿留申群岛都去了嘛，对不对？那未来，俄罗斯搞不好想跟中国大陆买军舰了。现在是之前已经有说什么去哪里看然后是啊，船坞去看看因为他做不出来因为他的造船厂都在乌克兰那要买现成的，最快就是请中国做那他有了军舰，他要干嘛？开出去咯。不可能都往北部开嘛，都要往南下开嘛，一定是这样嘛，所以我讲白了啦，就是他们未来会涵盖的领域事实上我跟你讲亚洲的重大事情发生都是中俄联手的时候，你去看韩战，韩战也是中俄联手是，越战，中俄也是联手是，对不对？那接下来呢？目前比较热的可能就是要往南一点点。那请问他要处理谁？还有往北往北那个他不是已经之前也已经绕来绕去绕好多次？不是，我说处理你说处理就这个人不听话，要教训他就是日本嘛。对，他就绕好多次啦。不是嘛？第一个就真的日本嘛。另外一个是中国大陆要处理的嘛。就是台湾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亚洲要发生大事，基本上中俄会是一致的啦，不然你也成功不了了。你懂我意思？不然你哪有力量把美国的力量压过去？是。韩战跟越战，美国都是输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日本说，日本你不要乱来接下来就台湾就是这样所以我的意思说，他们可以谈的，而且俄罗斯是很敢出手的国家啦，因为他以前跟美国就是对着干的嘛，就冷战就分成2个阵营嘛，那中国大陆不是中国大陆是不结盟国家所以中国大陆给人家感觉就是在军事上，尤其是军事上，他非常谨慎俄罗斯才不管你的，我的兄弟如果被欺负我就出手了，那就是这种国家了所以才说中东为什么会跟他有关，你不要欺负我叙利亚，就是这样嘛。那现在叙利亚不是呛说他要介入，就是这样叙利亚现在对，因为也开始发现，中东这边又火药起来了。他自己本身他前阵也来了中国嘛，而且他跟以色列本来关系就很不好了。对啊。那现在又得到了中国的加持OK， 所以后续的发展，在这个习普会见完之后，很多敏感的问题，不知道后面会有多少的讯息释放出来。但是军事这个层面，我觉得应该就是会有很多的区域政治报道，除了可以冠冕堂皇的一些说法之外，你也不会知道他要干嘛啦。除非有一些具体的动作。那你就知道原来如此，就是这样。不知多久之后才会发现那个具体的动作原来是这样。如果黎巴嫩跟叙利亚介入，他很快就会被卷入了。所以他可能也会在今天的这个会谈先讲一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态度会是什么？对。那你有没有办法 hold 住他，叫他不要冲动？我认为他不会这样讨论，那是美国。美国不希望伊朗介入，是俄罗斯才不怕俄罗斯就希望大家都介入，要打来打，这样的态度，因为他就是军事敢于出手的国家嘛。好，那您怎么样来看？因为这次的这个“一带一路”峰会我们刚刚讲到习普会，当然是一个重点中的重点2个人会晤了1个半小时，那也是普丁他在被也不是被制裁，就是被这国际的法庭说呢，要把他抓起来之后，算是呢，开始出去到其他国家搭飞机来的，放风出来走走绕绕，而且来到这边呢，他自己也把他这边当成自己的这个家一样就是见了好多人大家都一起来聊一聊天。不知道有没有带冰淇淋过来？不知道，但是呢，也强调说，习近平老朋友嘛，他上次特别带
好几桶冰淇淋给习近平吃，然后2个人还可以一起煮饭，2个人的好情谊就是10年见了42次，对，大概就是那么好啦。但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排第一，见面次数大概是莫迪的一倍，莫迪大概20几次。莫迪这次没来，我可以卖彩笔。好来啊，你怎么看“一带一路”峰会？“一带一路”峰会现在大家就开始在讨论，说他们到底会讲些什么？那当然呢，这个是 BBC 他的报道。我知道亮哥，你可能会觉得说，债务问题这边好像比较，应该是不会有人在这么重点在这个地方。但是谁来谁不来，这一次确实是已经比前2届的高峰会。这次来多少人？来了130，还没有具体的数字出来。你要算元首了，就总统或总理了。他昨天见了8个吗？他昨天见了8个，他昨天见了亚洲3个，欧洲2个，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各1个，然后今天的还没有出来这些行程，对，那今天知道见的就是普京这个是一个重头戏。那您怎么样来看他的后续的发展？因为他之前讲说呢，他之前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大场景，现在呢要进入工笔画的一个状态了。因为之前怎么讲白了啦，一开始都是最基本的基础建设嘛，对，那他就做融资嘛，那他的融资有点是粗放型的啦，就尽量帮忙第三世界兄弟国家嘛，那后来也大概发生了大概20%的坏账，对，那坏账坦白说，当地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啦，可是没办法，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就是有一些国家治理的能力很差嘛，那他现在要改，大概就是要比较精准的，比较更精准的去评估融资啊，要减少坏账，对，那项目也会从本来的我们讲铁公鸡嘛，铁公鸡，铁路、公路，然后基建基建包括码头啊、水电啊、大坝啦，等等啦水利建设嘛，等等可能要开始转向，比如说绿能建设，对，绿能建设就包括风力、绿电、自动车、电动车啦，它都是第一太阳能，就广义的绿电建设绿能太阳风力它也是第一那新能源车它一定也是第一，是。那另外一个应该是那个电商了，就电商那电商当然就比较广义啦，对，因为你也是要做云端建设嘛，那这个一定会碰到人工智能也会碰到通信所以华为未来一定会有很重要的角色，因为通信建设就是它就是专长嘛，对。我们已经陆续听到一些 case 在出现了，比如说沙特阿拉伯，还有马来西亚，巴西，搞不好未来5G 都给华为做，就类似这样啦，就是他可能就会开始不是做传统的基建，要开始转向我们讲这个结合未来科技的一些基建那这里面通信建设加人工智能就变得很重要的项目是。然后绿能建设，因为现在到气候改革嘛，减少排碳那中国大陆很巧妙的，刚好这2个领域它都是世界第一，刚刚好，这都是我的强项。对，就是这样所以你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本事啦，就是说他以前是盖港口啦、盖水电站啦，盖电力建设啦，还有盖铁路、公路、高铁，他都是 No.1 然后现在他的 No.1 就外延了，外延到电信建设啦、云端建设啦、通信建设啦，还有这个绿能的建设，这样就摸得到摸不到，它全部都可以。那这些建设，我认为它的掌控度就会比较高。我的意思是说，就不会被浪费了，比较不会被浪费了。所以为什么他说我会逐渐转向高质量的，对不对？他的用语啦，然后是精准融资是，这都是他的用语嘛。是。那未来10年这个就够他做了啦。因为他现在融资窗口，他又丢了一个3500亿人民币那丝路的基金也新增加了800亿的人民币，这些就是在他下一个10年跟未来，他要开始来投入这一些
项目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的一些经费。那我想要请教亮哥，你怎么样来看？因为他这一次呢，就是很多人在讲，他看到了这个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哦，他也有特别的。等于说来跟这个习近平见面，然后因为呢这一次欧洲来的人不多嘛，所以他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当然大家就会特别在意说他们谈了些什么。那欧尔班呢，其实他也蛮直接的，他也讲说他基本上呢就是。比如说他在跟普京见面的时候，他就很直接讲说：“哎，我反对制裁，全面性的制裁俄罗斯啊。”然后在跟中方讲话的时候说：“哎，我们两个其实呢是很铁啊，哈。然后大陆现在来帮我们盖高铁，我们也很开心啊，因为2年后，对，2年后就可以通车啊，一路还会通到希腊。对，那这样子是不是在欧洲跟在中方目前看起来，就是跟在西方这边目前看起来，就是欧洲它。”的状况没有完全的整合，而且呢，它同时会有一些新的问题跑出来。匈牙利本来在欧盟就是留校察看嘛，比较不那么合。因为意大利没有来嘛。对。那意大利是说，哎呀，我是 G7 哈，我很难做人呐。那我是不是可以跟你改签别的经贸协议啊？那一带一路他就不去了，这样啊。那北京后来也不强迫了，就是好吧，就尊重你吧啊。那北京，那这样他当然要另外来找更多的欧洲的样板嘛。对。欧洲本来最大的一带一路公认的参与国是希腊嘛。是。那现在可能又加上匈牙利，还有塞尔维亚不过塞尔维亚不是欧盟的所以他就是从这里慢慢进入了。那因为现在刚好在俄乌战争期间嘛，所以政治比较敏感所以可能有一些欧洲国家也不好表态，但来的部分基本上就是欧洲这次明显变少，对啊，那所以它整个区域的转换上面是不是基本上也在这边看到了？我觉得这也不叫转换啦，这个就是不能说它是转向，事实上它就是在增加啦。对，你一个国家开的一个多边会议有143个国家来参加，这已经多到吓人了，好不好？对，几乎是开联合国啦。因为190嘛，当然除了那个 G7 的比较亲密的国家没来之外，日本、韩国之类的这个韩国就不是 G7 嘛，就是 G7， 然后之外一些国家，然后它大部分第三世界大概只有一个例外叫印度嘛，对，那印度不能参加是早就如此，因为中巴经济走廊碰到了克什米尔，所以印度认为你侵犯我的主权。所以他是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了，但是也是政治的原因啦，所以本来印度就不是那可是你已经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就明显就是全球南方，中国就是主导国家了，这太明显了啦，就是已经，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啦，而且还这个具体谈到，因为它是铺垫慢慢上来的，对，比如说他。这次不是发表了一个白皮书吗？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不对？那之前有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对不对？那我觉得它铺垫蛮多的，而且在各区域，它也都有区域的经营啊。比如说 RCEP，就是从2014年东盟加1开始的，一带一路那个哈萨克那个宣言是2012，对。东盟加1 2014就出来了，中欧班列也是2014就出来了，所以你从这里就是我们回头看那10年啊，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国家真的是效率惊人啊，因为大家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嘛，比如说中欧班列，中欧班列一开始任何人都认为是吹牛，因为你要去统一关税，然后大家方便。反正就由某个单位来收嘛，统收。那还有这个铁路的窄轨、宽轨要整合，你去想一想，那一路上有多复杂的事情要处理。那既然搞定了，那就从此就大量增加了中欧的贸易嘛。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我看到一个数字啦，说中欧班列大概这10年，大概开了7.1万列就是列车列车7.1万次，
你想一想那个数字啊，然后很多啦，还有沿线的培训新的人员，就各国都产生了，那些培训出来的人员，实际上就是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的代表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个国家从这里，我觉得普京讲话讲得很对了，就你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在实行长期的战略计划的意志力了。对，就是说，那些都是临时工啦，我跟习近平这种才算专业的啦，我们是长期执政，所以才知道问题，长期规划，所以他就说习近平是一个就是很有远见、有决心的领导人嘛，真正的领导者。他实际上也在做自己啦。所以你们欧美那些都临时工啦，大概那个匈牙利那个奥尔班也算是真正的领导者，专业的，因为那个是才能做很久嘛，对不对？那梅克尔这个就是专业的，真正的专业。像你们的临时工，哎呀，懒得理你，对不对？像我这样要选的，我一定都是我，不会有竞争对手。没有人能够跟我来竞争对手，没有人能够真的打上台面跟我比。所以他就了解国家跟国际的问题特别深刻嘛。他当然是这个意思啦。没有长时间在那里，你要怎么一口气跟一个人可以见到42次？很难呢。两个人大国一个71岁，一个70岁。对啊，见了42次，真的是，所以看得出来，双方其实在这个彼此的关系上面，以及双方了解彼此在战略立场上面是能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呢，您刚刚特别提到了华为因为这一次5G。势必未来会变成一带一路的其中一个重点，因为他们有特别强调数字这个部分。那最新的一个东西也想要请教亮哥，您怎么样来看？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开始扩大限制，昨天开记者会很明确了，就是新的规定以前有讲说，比如说你这个发 H800啊，或者是呢 A800啊，你是特别为了中国的市场而设计的晶片，他现在告诉你这些也都不能卖了。那当然之后呢，也就会受到了冲击。您怎么样来看？因为他现在已经连 IC 设计，他就往上走了一些，有办法让中方能够接受吗？我看商务部这边，当然他们就是已经有一个新的说法出来，就是不要把国家安全无限上纲，不要什么东西都是国家安全。那您认为这会不会影响到11月，也就是下个月有可能的 APEC？ 没有，何立峰还没去啊。对啊，那你还谈到 APEC？那他顾你不是说何立峰跟王毅都还没去？对啊，所以你在讲这个，已经快20号嘞。反正王毅如果没去，就没有高峰会了，就不会什么就都没有了。就是那个拜登要见习近平就不可能了，一定要王毅去了。那王毅之前何立峰要去啊？对，何立峰也还没去啊。那你那个 Raimondo， 你这个时候宣布这个，我怎么来啊？还去吗？我不知道。因为我看到这个消息也蛮怪的，说你还要何立峰来然后你当他面甩他一耳光，事实上昨天 NVIDIA 股票就大跌啊，对，是啊，那当然这个美国要自杀我也没办法啦，因为 NVIDIA 的晶片早晚人家也是做得出来的啦，这是当然的啦，对不对？对啊，那人家黄仁勋要趁这个机会要多赚点钱，有什么不对？他的营收大概有21%在大陆，那你总不能叫黄仁勋都没事干，只能到宁夏夜市吧，对不对？吃那个番茄沾什么沾？不是因为他常常来台湾，都是顺便去一下大陆嘛。对，那现在大陆市场没什么好谈的，那搞不好连回来台湾的次数都会变少啊，对不对？亚洲的分量越来越是啊，就以后野生黄仁勋还见不到，不然杨仁勋是蛮可爱的，但您认为他现在这个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华为现在有另一个说法，就是说呢，高通他们自己的公司也都是最大的苦果啊，那更严重，那很严重啊，因为这个月60几%在大陆，对，因为这个月他看到美国总部上千人被裁，是啊，然后上海研发是先前就已经有2成被裁，台湾分公司现在也有人被裁掉，裁了大概1成左右，原因就是因为华为现在已经不需要跟你买那一些所谓的4G 晶片了，然后他就特别的讲，
当华为他自己已经可以做晶片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其他的中国公司也不用你的晶片，因为自己就有了。那所以我要跟华为买啊。对啊，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的话，美国他现在是怎么样来打这个算盘？他现在又直接讲说，你特地为他客制的，我也不要给。这没办法，因为掌权的人就这种脑袋啊，有什么办法？他这个思考就把他卡得很死啊。他这个思考方式，高科技界跟华尔街都是反对的。啊，问题是人家掌权啊。所以你问我要问谁？谁叫你要让那些人当高官？他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嘛？对啊。你刚刚讲的就是市场逻辑嘛？对啊。就是势必会使得华为就拼命买 DUV 啊，是啊，对不对？来制造，它可以做到7寸嘛，对不对？7奈米啊，那逐渐的那个4G 晶片，中国就全部自己做了嘛，当然是这样啊，这个是必然的结果嘛。对，那结果你不让人家趁这个尾巴段的时候再去赚一笔，这没办法，谁叫你要让这些人当官？所以美国现在的想法就是，我跟你讲，该做的他还是要强硬。去年高通啊，我跟你讲啦，去年高通就弄出一招嘛，就是弄那个个案审查嘛，是用个案豁免的方式嘛。那去年大概豁免掉了将近90%。那可是半导体制裁那个全面规定出来了，就是10月21号之后生效。那高通这一招就不好用了，就他不准个案豁免。所以伤最重的当然是高通啊，因为它的市场占比最大，可是它卡这么死，那就是断了所有人的，因为它是做通讯晶片嘛，对啊，所以它是最直接的嘛，因为你的晶片被取代嘛，就这样啊。断了，就中国只要会做，怎么中国会做到哪里，你就被断到哪里嘛，就这样。不，那他自己的人都没有饭吃，这样子，听起来很奇怪嘛，因为要选举啊。对啊，但是还是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就不太理解。看完之后想说，不太理解，因为他们不是做生意的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台湾这种人，我们台湾这种人很多呢。你要选举，你也是需要有票吧？这样，我跟你讲啊，他去骗那个街上非高科技的群众就够了。我们台湾立委这种人也很多啊。谁？他对高科技市场也毫不了解啊。他每天在那边拿刀那边乱舞啊，说这个不能让他进来，这个不能让他进来啊。他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根据，他就是认定华为手机有后门可以监听。对，你有证据吗？没有看到。美国有提出证据吗？没有啊。没有。那台湾就信啊。那事实上他没有任何证据啊。那他每天都在吹啊。这不就是这个就是政治人物啊，不是吗？好，所以这样看起来，到现在10月要20号了，何立峰还没出发。然后呢，王毅当然就也很忙啊，一定在他后面。对，要在他后面。那他不去，那商的部分都没办法解决的，更不用说政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气氛不太好。气氛不太好。好，之后会怎么样的发展？我们随时邀请亮哥来帮我们点评了。毕竟呢，看起来气氛不好，然后你就会一直想说，不是说要谈吗？那为什么要把气氛搞那么僵？那真的是有诚意要谈吗？可见你就是太善良。我太善良，太单纯，没有办法做政，没有办法做政治人物。跟亮哥学习了好吗？我们每个礼拜4中午12点半，全球大量化来跟亮哥学习一下，看看亮哥怎么样来看事情，怎么样看不同的角度来看国际政治。今天非常谢谢亮哥，感谢大家，相识，拜拜，拜拜。好，各位观众朋友，等等呢，在2点15分的时候，我们新闻大白话 YouTube 频道会准时上线，欢迎大家在脸书上面，或者呢是在这个 YouTube 上面随时跟我们互动。